好，来看看今天我狼是给大伙带来的是《西游赊传》啊，这是应该是1版了啊，1代了啊。但是这个版本呢，我跟大伙讲一下，咱们这个视频呢，小狼是曾经做过比他还牛的啊。我这个跟大伙讲一下，什么叫比他还牛的呢？就是这部视频呢是来自于翩翩公子打的，他是禁血禁地，也就是说我不吃血，然后不放宝啊。不吃血不放宝的一命通关，但是呢，我印象当中我做过不吃血不放宝，甚至不用气儿的一命通关啊。我好像我有印象，所以说我不太那个我这心态有点就是我有点懵了。我印象中是有的。而这个老沙呢，咱们这个作者啊也是特意讲解了一下这个翩翩公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沙这个人呢就是基本功，这个人太厉害了，他就这个人确实猛啊，就整个这个《西游赊传》里面最强的这个普通攻击，加上最强人物啊，因为他这个单 A 这招吧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所以说就这个情况。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你看啊，他好像也用不到气，但是刚才确实是蓄气了，但是用这个蓄气主要的目的，你像比如说看宝，咱们还可以做取消是吧？做这个单 A， 反正这个情况。然后《西游赊传》的这个人这个游戏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很多人都看那个 CS 看的比较多，我也比较喜欢 CS， 因为其实个人感觉西游 CS 呢，它的这个难点呢不在那些什么乱码七糟的招式上啊，包括什么特技上啊，包括 BOSS， 它最难点呢主要是在于你用这些特技运用起来了之后呢，这些小兵很讨厌。而这个《西游赊传1》里面呢是怎么的？这小兵嘛。对吧？没那么恶心，没那么恶心。但是小兵呢，血量多，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是少将军衔是吗？啊，对，我好像有印象。那这个呢，其实因为啥呢？我长时间不做西游赊传嘛，你像我这种做直播，然后又给大家伙做视频的，总是不出这种西游赊传作品吧，大家伙又不太想。你比如说，很多人小狼前2天就是小狼，你做一个西游记呀，做个西游赊传吧。我这个老想看了，你说呢？你说你既然做了最好的视频，那后面的视频你感觉你不想做了，也不太好，是不是啊？对吧？你这个是这个意思啊，咱们该做是要做的。那老沙呢，这里面呢讲解一下，主要呢就是他这个单 A 这招吧，实在是有够变态啊！不仅呢判定就说白了啊，歪轴的判定如此高强之外呢，再有就是这个人。那说啊，尤其是在这个规则之下，老沙更是了。你如果你想打速通，一般都是选择你像 CS 的话，选择什么龙马什么的，对吧？这个包括像如果是群魔乱舞，就喜欢选悟空，是不是啊？对啊，老沙的这个歪轴判定变态啊，这个人。好，这里面呢咱们没有进气儿，选择用这个必杀来打。必杀的话血量呢其实没大伙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毕竟呢这个必杀呢很过瘾啊。而且这个版本呢，咱们可以，如果要是说很多人玩的话，可以合体这个鞭尸 BOSS， 就是一直必杀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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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杀，老赖了啊！这个招啊，就感觉变态。好，猪八戒感觉老是牙疼。好，金角大王，讲讲西游吧啊，西游里面呢，我感觉啊，就是作者写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像比如说是老吴写的，他写这个剧情的时候呢，可能我个人感觉啊，他有一个难受的地方叫啥呢？就是他我怀疑啊，他也是这个写着就可能会变，你看可能有这个说法啊。那绝对的主角不会变啊，第一男主是孙悟空，第二男主是唐僧，这不用多说。取经团队呢，应该是说白了就是主角不是说谁是单一主角。绝对主角非要挑出一个人的话，那肯定是孙悟空的，不用说了。然后呢，当然主要是取经团队，在这个取经团队为主体的情况下啊，一个单元剧。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其实按理说他正常给这个取经团队应该是这么设计的，是不是啊？应该是先是孙悟空没说的啊，是作为取经的1号人物，然后呢，这个收徒弟，收这个八戒，收龙马。啊，收龙马是当一个这个对吧坐骑啊，现在呢字典里叫骑了啊，反正就是一个骑当马骑嘛啊。然后再就是啥呢？再就是黑熊精，因为当时如来好像是给了这个观音菩萨，好像是给了这个观音他3个这个咒啊，一个是金紧禁啊，孙悟空那是紧箍咒，然后
然后那个黑熊精是金箍咒，然后还有一个禁箍咒是吧？啊，那禁箍咒是最狠的。好，推过来，每次在这里一推的时候给一个武器啊，但是咱们现在呢是禁这个玩禁玩法通关，所以说不用考虑这些有的没的。这个红孩儿的话呢，咱们正常这个是要克制它的啊，因为咱们是这个水属性，是吧？咱们是水属性，它是火属性，水克火。人家说红孩儿不是三昧真火吗？啊，三昧真火不是不怕水吗？这里就不要较真儿了啊，谁都别较真儿了，好吧？西游记后传的吴天厉害不？那你后传那又不是原著这玩意儿。好的，直接一手变小练必杀，这招可看起来好屌的样子啊！历史上唐僧是偷渡去取经，好多人都是偷渡啊。好像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比如说，如果是唐朝的这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擅自的出国是违法的啊，是偷渡的。你必须要有这个官府，就必须得有官府的这个批文啊。比如说你像唐僧，按照《西游记》的理解啊，就有通关文牒，知道吧？啊，你得有这个啊。当然呢，这个历史上就像你说那个这个三藏法师，这个不说了啊，那玩意儿就是偷渡了啊。取经，西田取经，吴天，你们吴天的，我告诉你吴天厉不厉害？吴天其实挺厉害的啊，因为那个吴天呢，曾经是这样的。首先呢，最开始他跟那个啥，他就是那个在一个厂子里上班啊，这个吴天。后来呢，他就认识那个李丽，然后这个李丽呢，就是吧，他俩处对象。后来李丽呢，给他点钱，他俩做生意。结果呢，他就瞧不起这个李丽，然后就给李丽甩了，李丽就不干。就想让那个刘华强砸他厂子，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吴天呢，后来呢，就是对吧？这个刘华文死了，完了被人砍了，这个刘华强直接就整一帮人就给他拿枪打死了。吴天死好惨了啊！直接开车呢就别住了，然后下车砰一枪，死确实惨。哎，枪子太客气了啊！你这拿东西啊，好，我们看看。它这个里面咱们还有这个下跳啊，下跳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啊，因为这下跳呢这招呢也是一个扇面的，有的时候可以用来做取消。不是进血咋吃血了？那不小心吃的话是要 AB 一下啊，不小心吃是要 AB 一下的啊。他这样写的标题是写的进血的，兄弟们啊。好，看看吃香蕉，那我是有点微懵了。他血杀了没有啊？对吧？他要血杀的话，就相当于没吃了。这里面是有这么回事啊。有的时候你在 A 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东西在脚底下，你不得不吃，没办法就能才 A 一下的啊，这没办法的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懂啊，这很正常。你包括那个玩那个恐龙快打，还有那个三国战记啊，不，恐龙快打不行了。尤其像三国战记，就是你不小心吃补了，这很正常。就是你像为什么这帮人玩三国战记啊，就是先把那个宝先把宝吃完。你把宝吃完的时候，你在打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箭筒9个满了，你再捡不起来了。否则你要是打着地下一个箭筒，你刚想一套招连呢，结果优先捡东西，那多嘚儿啊！好，看看，我操，这专业啊！你看看西游阶级小哥哥啊，就专业。啊，一个水果加4滴血，一个血杀还8滴血，这都是专业人士啊！你像我狼这种的，虽然说吹牛逼拜火可以，但真正要玩啊，你不是什么游戏都会玩啊，或者玩的好的。不过还好，我狼的学习能力还挺强啊。这关呢是第3关，如果是 CS 的话，应该就是第4关啊。就是这关的话是3个 BOSS， 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而这里面呢，就是每次小时候看到这关，是我认为西游记里面就是这个电视剧啊86版《西游记》，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集啊，当然呢，女儿国是女儿国的那个有意思啊，就是如果最搞笑的一集是这一集，但是这集我就有很多挺逗的地方。就首先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像他们这3个大仙去求雨这个事儿呢是真的，就是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演的也很正常，就是他们求雨的这个手续是真事儿啊，那神仙真的要给他下雨的。啊，这是真是说明他们是按照正常方式去求雨
那是有点东西。然后再加上这3个人呢，这个说句实在话啊，你说他仨干了什么坏事吗？我倒没。我没感觉到他仨干了什么坏事，相反呢，就很多人说那个什么，那不是那个虐待和尚吗？首先啊，你对吧，本身就是道教嘛，是吧？啊，再加上车迟国他又不是大唐，他又也没说太崇尚这个佛教，而且那个应该是国王的事儿啊，这国王怎么样，对吧？你看他供3卿，啊，你说他特别坏吗？也不能说这么说啊，这个情况，主要是没后台。然后呢，你说他在终南山啊练了一身武艺。终南山大家伙都知道啊，都是这个就是修炼神仙的地方，有几个非常屌的地方，大家伙都知道，都是这个修仙的地方。你像什么蓬莱呀什么的啊，这都是啊。但你说，哎呀，然后他们能力，你像他们能力，老大这个老虎，这个传说中这个虎精，你是虎精，虎精。他呢，这个又砍头又什么的，又求雨，有能力。那个演员好像是演那个黄忠那个演员是吧？他好像演黄忠的那个演员。然后剩下2个呢，又会隔板猜物，哎什么的。而且你看那个电视剧里没演啊，动画片里好像是演了，就说这个可以这个下油锅，在油锅里就是可以洗澡。那里面呢，就是说是有一条冰龙啊，有一条冰龙呢是这个在他身边围绕着，所以说呢油锅不那么烫。他不像人孙悟空在油锅里炸，他是真有本事不怕炸。人他是啥呢？是作弊了，照外援了。啊，手里拿着一个这个2刃刀，虎力大仙。下油锅那个桥段是没有的啊，下油锅那个桥段呢是不电视剧里是没有的，但是动画片里是有的啊，就是你肯定是记串了，但是电视剧里面确实有2个版本，就是大家伙儿都知道，就隔板猜物的时候，不是那个破烂溜溜一口钟啊，这个破烂溜溜一口钟啊，是当年那个就是83版《西游记》啊，86版确实是83年开始拍的啊，你说哪个版都无所谓，就是他那个确实拍了2个镜头啊，拍了2个镜头，因为他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一口钟是什么意思，他就真的弄了一口钟啊，一口钟，就是那个就是铃铛啊，就是一个那个撞的那个钟，后来他才知道钟是他那个意思是一个衣裳啊，是一个衣裳。然后呢，很多人说就没见过，小的时候都看的都是一个破衣裳，没看到是一口钟，因为他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啊，这导演杨洁导演好像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咱们看现在看那个 B 站，你去看那个 B 站的话啊，就是它是那个最开始出版的那个《西游记》。啊，最初版的《西游记》，它那里面呢，你看那个破烂溜溜一口钟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柜子里装的是一个钟，就是一个他妈的，真的是破烂溜溜一个钟啊，不是一个破衣服了啊。就这些人也是啊，还有就是这帮人，明明呢说白了啊，你说你被人捉弄了，人家又没要你命是吧？要我个人感觉，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悟净这3个人打这3个人就跟玩一样，就跟挠痒痒一样，对吧？他们既然饶过这3个人，而且他们只想西去，只想走，对吧？我只不过是想走嘛，我知道你是妖精，对吧？啊，你又没做什么特别伤天害理的事儿啊！这3个人精神病非要置这帮人于死地，非要比个高低，啊，就是不服。啊，干不服你这帮人真是啊！你说要他走你就走呗，你再当你的这个大国师、2国师、3国师多好啊！在这种这个啊对吧，在这种这个小城邦车迟国里面，对吧？你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吧？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个傻哎！你说他们又不想吃唐僧肉，他们只想要点圣水，说有一天能感化3清爷爷，让3清爷爷给他点圣水。是吧？你这个，而且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啊，这个我跟你说啊，所有的神仙啊，所有的神仙也好，还是说人物也好，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变成自己的样子，兄弟们，冒充自己，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事儿。比如说对吧？孙悟空变成牛魔王的样子，对吧？孙悟空变成牛魔王的样子，这个你想想孙悟空，然后这个牛魔王就肯定就急，牛魔王变成猪八戒的样子，猪八戒也急眼了。猪八戒按理说跟牛魔王有交情。对吧？一耙子就把这个洞府给打碎了啊！你看看，然后呢，你再看啊，就是车迟国的时候，这3个人居然变成了3清的模样啊！你想想，这不开玩笑呢吗？这不找死呢吗？啊，对吧？你要说孙悟空变了也就变了，孙悟空这人本身就是
来的啊，就是无所谓。对吧？猪八戒跟沙悟净他俩也敢变啊！当然这个其实沙悟净其实也不是没变过，因为这个当时演员不够用啊，沙悟净也是对吧？老沙也是客串过这个太上老君的啊。确实这个意思，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妈连三清都敢变，真是不想活了。猪八戒也是啊，猪八戒那个武器怎么来的，大家伙都心里清楚，那可是太上老君亲自打的，听明白了啊？亲自打的啊，还加上还请了很多高手，什么那个什么六丁六甲，不是什么五曜星君的啊，我忘了，反正是这个意思。好的，感谢我们的猪哥一手飞机，还得是我猪哥。今天晚上这个收成不怎么样啊，猪哥一手飞机整得我心里暖烘烘的。谢我猪哥啊，谢我猪哥啊！三清在什么级别？这个三清是什么级别啊？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个你知道如来吗？如来它属于五方五老啊，玉帝属于四御啊，四个大帝，玉帝为首，知道吧？五方五老呢是有这个如来还有观音，这两个人都是五方五老啊。然后三清往上是二圣，是吧？这个大伙儿就不多说了啊。这个女娃还有这个什么啊？那叫啥来着？反正大概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当然你也不能拿这玩意儿比那个什么《山海经》比什么搜神记的啊，你不能那么整。三清理论来讲啊，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像那个镇元大仙啊，他就说了，我不拜三清，我拜谁啊？我拜天地。你说白了，这么一比，感觉天地还是比三清要屌啊！你这，但是呢，三清往上还有什么呢？还有高手啊，像什么？你像那时候说什么红军啦啊，像什么这个路亚呀之类的啊，对吧？像这个东西，再往上还有什么这个混元功法啊，什么马保国什么的，不是混元未开天地乱。什么叫混元未开呢？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这混元功，混元是什么呢？就有一个混元始祖，也叫混沌老祖啊。混沌老祖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名叫云吞，还有个名字叫抄手。现在呢，一般都是啥呢？先拿个面，然后呢往里放点肉馅儿，然后整点葱花，然后呢拌好馅儿之后呢包进去，然后呢煮一锅汤，然后把那个馄饨下进去，放点香菜，好吃啊！混沌始祖啊，这个混沌始祖呢就是老大了啊，这就牛逼了啊！好，我们看看燃灯古佛是不是比如来大？这个没有说什么大不大的啊。说白了就是佛教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啊，那么燃灯古佛啊就是第一任董事长，知道吧？第一任董事长啊，然后呢可能是如来的什么呢？不仅是第一任董事长，然后如来呢来了一个天使轮，然后呢董事会呢决定如来这个人有发展啊，让他来。然后燃灯呢说，对我这人实力吧，因为我这个在商业方面上不行，我只会把这个佛法修到好，但是我不会搞宣传，我不会运维，我不知道怎么整，所以说呢就找如来来。如来这个人管理人效果强，大方针定得好。然后呢如来觉得自己不太够，如来呢说呢，这个我得雇一个总经理啊，但是这个总经理呢可以没有股份，谁呢？观音，因为观音是菩萨，他不是佛，佛就是有股份。你比如说啊，唐僧对吧，就是那个旃檀功德佛啊，这个孙悟空啊，当然也叫旃檀功德佛，也叫善檀功德佛啊，怎么叫都行啊，这个反正你随便说。然后孙悟空就斗战胜佛，这个但凡是佛就是有股份，但是股份有高有低。然后呢他们发现呢市场在东方，佛教的未来在东方，因为在那个本土啊，这个印度教啊，就是在印度呢，印度的国教是印度教，不是佛教啊，所以说佛教在印度面，知道吧？而它就是未来呢是在东方，所以说又有一个未来佛叫东来佛祖，就是这个弥勒佛啊，弥勒佛在佛教里面，弥勒佛呢，也就是说下一任董事长，就好比你比如说马云啊，马云假设是如来，马云说啊，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养瘪了啊，哎呀，你给啥都不干啊，对，你知道我下生就会啊，学呗，跟你小舅子说啊。对吧？干别的不行，老姑父养鱼绝对是这个，就这个啊，就不干了。不干了怎么办呢？挂名啊，其实还就像燃灯一样挂名，我还是有地位，但是呢，我把这个控制权啊交给这个什么张勇
啊，对吧？就不知道大伙懂不懂我说的啊？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形容这么一下啊，就是能理解就好啊，能理解就好。这里面也谈不上什么太上皇这个级别啊，这谈不上，不是说下一任皇帝就我太上皇还没死呢，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股份嘛，我就对吧？我交给这个对吧人干了，对吧？让他当董事长呗，对不对啊？是这个情况，就包括你像天庭也是啊，天庭老大是谁？玉帝啊。啊，玉帝哥哥啊，就唐僧，是吧？这个就是对吧？就说这个玉帝是最大的，那他是主管天庭秩序的，是吧？他老大，但是呢，他是什么教的呢？理论上来讲，他还不算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啊。这个他就好比有的人是皇帝，但是呢，他还有的事儿他要听什么呢？他要听这个大主教的，啊，他是国王。你比如说英国国王啊，比如说啊，英国国王。他想要找谁来继任下一任的英国国王或者是女王啊之类的，他必须要经过什么呢？英格兰、爱尔兰啊，是苏格兰还不是什么的啊，什么的啊，就是这3个地方的这个教廷的这个主教啊都得同意啊。当然一般来讲没有不同意的啊，都得同意啊，知道啥意思吧啊？所以说呢，是这个情况。据说啊，在欧洲的时候有那种就是那个主教啊，就非常的那个。非常赖啊，就什么呢？就好比是有一些国王想要娶老婆，还得先把老婆送到那个教皇那儿啊，然后呢，让教皇先那个啊，是这个意思啊，这太他妈赖了啊，这么都行，操，这太我感觉这个。所以说啊，你当什么和尚呢？你看啊，你说咱这儿当和尚，人家印度本体那个佛教吧，你说他是吧？你这个咱这又不能吃，人家正常3荤5宴啊，这里面是主要是讲一些某些调味料啊，什么大蒜呐、什么之类的啊，不能吃这个。然后呢，荤里面呢有什么乌龟肉、什么狐狸肉、什么这些不能吃，不是不能吃肉，结果到咱们这儿来整的啊，不吃肉。啊，就是不邪淫啊，然后呢，不妄语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不近女色啥的。当然现在呢，和尚因为时代关系，现在你说和尚也是个职业了，你该娶老婆也娶，该吃饭吃肉也吃，也不是不吃。那你古代的时候，你说那帮人天天你说咱就吃主食，你不吃肉，你不吃你蛋白质呢，对吧？你这蛋白质哪去了？怎么办？还有一些人体必要的氨基酸。你说很多人说，那你说鸡蛋算不算算荤菜吗？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说吃鸡蛋算不算吃荤啊？对吧？这个东西没法说啊。你说不杀生，对吧？你说比如说你说咱们说不能杀生，对吧？这一草一木，对吧？一个小虫子，它都是那个生命，不能杀生。那你说好吧？那你不小心打死个蚊子怎么办？你晚上睡觉蚊子，然后你啪一下是吧？你说怎么算？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当和尚，然后开车，对吧？开车速度非常快，120迈啊，120迈，然后给高速上那啪啪就给我们东北的小虫子撞死9万多只，那你咋算呢？对不对？这玩意儿没法说啊。好，哎呀，这帮人洗澡，哎，我最喜欢的是左边那个泼水的那个，泼水的穿的是紫色的衣服。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长得虽然说不好看，但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这个好的蒙面抠女侠，这就是蜘蛛侠嘛？这完全是把蜘蛛侠那个皮肤照抄过来的嘛？我这个我一直都在说啊，就是现在没有这个情节。这个游戏如果是这2年发出来的，如果说玩的人非常多，这个衣服一定要网上有人卖，然后做一个情趣的一个装。真是啊，这个真的很好，你看，不是沙悟净为什么练必杀的时候还有一个噬恶剑，还是露肚脐的，这绝对情趣啊，这个啊，好，哟，这不拔戒吗？拔戒，好，这个加湿器呢是游戏里你点 A 的那个加湿器啊。如果说是在这个 CS 里面呢，它的加湿器呢就是那种啊，就是放宝型的啊，不一样。
好，这个大蜘蛛啊，我说实话啊，这个大蜘蛛长得就是肉食性蜘蛛，我感觉它这个蜘蛛啊，它就是肯定是不能吃。如果能吃的话啊，我估计它能吃的地方不多，真事儿。看起来很大，其实一点肉都没有，里面都空的啊。啊，我现在特别想吃梭子蟹，怎么办，兄弟们？而且但是太贵了，我们这儿卖梭子蟹都得8、90、100多，而且还小，还没有肉，里面都空的，馋。然后你买那种冻的梭子蟹呢，便宜，但是也是空的，精神病啊！好，看看这蜘蛛变紫了，有点飘了啊！这个蜘蛛2个眼睛，上面还有个3眼啊，一个闭眼，有点屌啊！一个必杀，一举上来之后，老沙噬恶剑，举的剑真的是噬恶剑，我最开始以为是假的，后来发现真的是噬恶剑啊！冻的梭子蟹就是一包水，对呀。我看他们在那个什么丹东啊，或者说一些那个这个海边城市，他们卖那个赶海也好，还是说什么海鲜市场也好，梭子蟹啊，什么10块钱一斤鲜活的，8块钱一斤。虽然说个儿不大，但是你活就好啊。哎呀，真幸福啊！真的，海鲜这种东西啊，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什么呢？就是痛风我也愿吃，真的就那种感觉。好，这里面又有什么白眼魔啊，又有蜘蛛精的。其实这里面白眼魔啊，有路线可能是跳过去了吧？就正常有个白眼魔，白眼魔呢也是让这个孙悟空吃了不少苦头的一个妖怪啊，非常的狠。虽然说呢，这个卯日星官这个卯日鸡啊，深刻的。哎，西游里面你没发现这个卯日鸡出场的几率非常多？它比如说像这个白眼魔，它就牛逼。啊，还有个什么来着？这是蜈蚣精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来克他啊？就也是这个卯日鸡来帮他啊。对，那个蝎子精啊，蝎子精，那感觉好厉害啊。然后这个卯日星官还是啥呢？还是那个毗蓝婆的这个儿子，所以你看都是有关系啊，这玩意都是有关系的。好，看看大鹏王。按理说啊，这个游戏应该把这个大鹏王呢，作为狮驼国的国王，狮驼岭的3当家，应该把这个大鹏王当成最终的 BOSS 的啊。他这个设计呢，这大鹏王这个懒子上来啊，上来就是作为 BOSS， 咱就不说别的，你看他血管你就知道他是个懒子，对吧？然后呢，这个老二呢，这个大象呢才是这个游戏的本体，因为老二呢是什么呢？老二比较牛逼，他呢可以这个比如说在 CS 里面啊，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遁入幻境。而且老二呢，它一个专属的地图，然后咱们必须得走进去。你要不知道自己的属性啊，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那个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不知道自己的八卦属性，你进不了地图，对不对？然后那如果说你要是用这个大象啊，对吧？这个你要那个，然后最后那个狮子精呢，还有一个技能啊，就是它可以变身成为咱们的角色，也挺逗啊。痛风是哪里疼？不是关节痛吗？痛风应该是关节痛啊。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容易得痛经，其实这句话呢不是说没错啊，理论上来讲是没错的，但事实上不是说所有的人吃了都会得，你适量啊，你要控制住这个尿酸就好啊，你要吃的很多，天天吃那也不行。你像包括像那就是说白那叫什么嘌呤啊，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什么的也一样啊。包括本身啤酒，它不是说你吃了海鲜喝啤酒两个人犯冲了，是本身海鲜的嘌呤和啤酒的嘌呤都非常高，所以它才容易尿酸高，才容易得这个痛风的啊。痛经，痛风啊，痛风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大象，白象王，白象风云。手里拿2把斧头，开山斧，八卦炉，看个人体质。然后呢，其实降低尿酸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多喝水。多喝水呢，就可以多排尿酸。当然呢，这个如果你吃的非常多，你多喝水，你看你多喝多少水。如果喝的太多水了，肾负担太重了也不行啊。多喝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不喝不行，喝多了也不行。啊，这个堵在角落里面就是一顿干，你说这老沙得多赖，这老沙啊，这老沙确实狠。
我狼这2年在哪儿发财？我要真发财了，我还给这儿嘣儿吧的，兄弟们。今天晚上这个解说那些视频，然后到这儿呢，我发现啊，人气你看起来了吧啊？咱们慢慢积攒人气。我狼说句实在话，首先我狼本身就是远古时期的解说员啊，有一定的这个什么呢？好了，这地方放这个宝啊，大家伙儿不要误会啊，它禁地是禁地，但这地方放宝呢，主要目的也不打小兵，就是不想让他在包里待着啊，就是不小心捡到了啊，大伙儿懂就好。好，一定要等到自己这个东西再进去啊。横这断这个断直断。三国志前2天也说过了啊，我说过一个三国志的这个通关呢。尿能不能喝？理论上来讲啊，这个是能喝的啊，啥不能喝呀？你就说白了，这麦克风，这你想吃都能吃了啊，对吧？你就尿能不能喝？就是好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尿确实是可以这个治疗内伤啊。然后你看，好多人都说尿可以解毒什么的。你看那个《武状元苏乞儿》里面说这个前锋营放那个狼烟啊，那个烟叫什么？然后他放那个烟来熏，那个烟叫什么？麒麟烟啊，是吧？解毒啥的。你像咱们看那个一个3级片啊，就是当年那个黄秋生得影帝的那叫什么人肉叉烧包啊，对吧？他不就被打的时候给监狱里面自己喝尿啊？好多人都喝过尿，我跟你大伙讲啊，我这句话我说句实在话，我说好多人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个我当时我住寝室的那个时候，我是在佳木斯上那个中专，然后我住寝室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啊，有人大冬天不愿意出去，因为我那时候你不像说现在可能有的好寝室说屋里面就有一个洗手间，甚至还能洗澡，但那个时候我们住寝室就是集体宿舍，然后呢那个厕所就一个啊，就一个大家伙一起都是属于那种集体，隔一会儿自动冲水那种，然后那种厕所。然后呢，不愿意去，因为你穿的对吧衬衣，你出去还得穿衣服冷，不愿意出去怎么办呢？就拿个水瓶子，拿个什么水瓶子？有的人吧拿那种什么非常苹果那个水瓶子，有的人拿什么呢？拿那个什么红茶的水瓶子。这2个水瓶子是最容易啊，就是没啥事我就尿进去，不愿意出去嘛啊，就尿到那个瓶子里，然后放窗户上。那有的人可能出去了回来一趟，觉得有瓶饮料。你也知道那时候人都不要脸，有好多人都不要脸啊，觉得就贪小便宜，看着桌上有瓶饮料是谁的饮料，管你是谁的，先喝再说啊，先喝再说。这咚一口，这一天都没吃饭啊，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反正是有挺多，我见我寝室就有一个人喝的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但他我跟你说，他都甚至他咽进去了，因为他渴的不行的。首先第一件事就先咚，而不是正常谁就是。你正常谁也不会先喝一口，就好比什么呢？正常啊，如果你知道前面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让你跑过去，你敢跑吗？你不敢跑。但是前面是一个玻璃，但你不知道它是个玻璃，你不知道，你直接走过去，玻璃直接就碎了啊！你正常你肯定撞不碎，因为你知道它是玻璃，你害怕撞碎了危险。你不是，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尿，你的印象当中，你就一直就催眠自己，就知道这不是尿，这是红茶，啊，是吧？你这个就很赖啊，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咚一口，好恶心的这种人啊！好，看看小狼亲身经历，咋就亲身经历啊？一天天的，黑天白天的。好，看看 ，Go Go Go！ 你他妈的一个鸡巴中国的游戏啊，一个中国的厂商，就是非得整一些英文，说白了也是为了照顾这个海外的这个，因为当时咱们这个有游戏令啊，咱们当时的游戏令呢是不允许这个售卖这种东西，所以说有很多游戏机都玩不了。到2001年才解禁嘛。然后我当时有这个想法，我记得，然后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这个主要的用户还得是一些有钱人。当年咱们确实穷啊，确实穷。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我说，哎，我想吃一顿肉，想吃一顿肉串
就一个月能吃一顿，那都是好生活。因为我爸当年90年的时候，我爸一个月就1000块钱左右的工资啊，就挺高了。但是那种情况下，我感觉我也吃不起啊。但是呢，我想吃大米饭，我想吃饺子，我想吃什么都能吃着，我怎么吃都能吃着，知道什么意思吧？而这个就比如说像我爸啊，60年出生的啊，赶上自然灾害，他什么都吃不着，他过年能吃顿饺子，还没有肉。还属于有的时候肉腥非常少，啊，还有那时候买东西都得要粮票，还得要啥的，越来越好啊，对吧？90年那时候不是1000，我爸是900多啊，那不就1000吗？啊，你别说2000年1000，我2006年，我再跟大伙说一句啊，我2006年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00块钱，我当年是舞蹈演员，600块钱，穷不穷？你就说穷不穷吧，真事儿啊。然后到2008年也是这些钱啊，真的。后来我去上大学了，上大学我一个月跟我妈要2000，我真是服了啊！我也是真的，我觉得自己都是变态了都啊。所以说啊，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一个电话，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那啥发短信啊，直接就是打了一个字妈6个点，然后那个回一个短信，直接就一个问号，然后呢我直接打了一个500，然后呢结果呢这个，然后就过一会儿我就那啥，我就直接就是拿银行卡去跑到银行里一刷。然后呢，一般都不是500，一般都是600-700啊，就在你要多少的基础上再多给你一点。实际上我穷的要死啊！我妈当时一个月是10年09年的时候，一个月应该是1700多块钱，还是1600多块钱，忘了啊。那还是机关单位。好，这个尾巴能不能这 A 这个尾巴的时候吧，火云刀。啊，这尾巴居然抱一把火云刀啊，真的是有点东西。好，雷电戟，这个雷电戟就是感觉像吧，你们就一说雷电戟，小时候我就想起三叉戟。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三叉戟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不知道。首先，我先说我是怎么过来的啊，我就近说啊，现在就不说了啊，往前推啊，往前推，你会发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 PP 点点通瓦嘎 POCO 百宝箱迅雷搜索啊，再往前三叉戟啊，那时候没有墙，大家伙知道吧啊？那时候三叉戟是一个网站啊。我晚上一看三叉戟的时候，我就得注意啊，网吧里有没有人。一旦如果有人的话啊。一旦有人的话，就我只能怎么说呢？就是不敢开，因为他玩游戏他卡。三叉戟再往前就是租碟啊，录像带。我说大家伙懂不懂？这都是过来人啊，这都是过来人，真事儿的啊。瓦嘎，这都过去了。很多人说小拉你是不是落了什么？你快播怎么没说呢？说句实话，快乐播放器我是真的没用过，我真没用过快播啊。快播那个人叫什么？叫王鑫是吧？我没用过，我真没用过。他最火的时候我也没用过的啊。好，看看一顿摸，这里面是作为倒数第2关啊。白毛啊，这个很多人叫白毛老鼠精，其实它这游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钱鼠王。为什么是钱？喜欢钱吗？不是，明明好色啊。钱鼠王还是那估计是姓钱啊，那也不能啊，对吧？应该姓李才对啊，那干爹姓李，对吧？是不是说找老公不要找姓李的？为啥？要找姓张的，因为张家长李家短。太赖了啊！啊，一顿摸。我说的不是防火墙，就现在的墙，大家伙不知道吗？好多都看不了，那时候好像是没有墙。好，拖过来。
啊，这个钱鼠王啊，你看啊，这老鼠长得不像老鼠了，一变身有点像狼了，像不像狼啊？对不对？你看这关呢，咱们的属性啊，这个钱鼠王，哎呦，这老鼠连它都有6块腹肌，我也是真的服了。这老鼠有6块腹肌，我真尼玛！你先救师傅好不好？你先别去追老鼠，你先把师傅救了。那师傅给那玩 SM 那玩上听了，你不给救了，上瘾了都啊！你说这种情况下，妖精跑了，第一时间不应该先把师傅救走吗？你追什么呢？不知道谁大小王啊？一口大粘痰。西游记里谁喝过尿的？刚才车迟国不就喝过尿吗？好。哎呀妈！哎，这个位置看起来像无敌位似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单 A， 你看这个 A， 这 A 太变态了！这个 A， 你看，这是，我操！而且他不仅 Y 轴判定高，他反过来还能，你看看，这老沙他妈不要脸，老沙啊！老沙真的是不要脸。鼠头人，这个老鼠像不像那个？邋遢大王历险记，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有人喜欢他。突然有一天，小邋遢变了。好的，看看一顿 A 啊！我还记得唱邋遢大王那个小女孩，胖乎的，现在长啥样了不知道了啊。那个时候那个动画片能当主唱还露真人，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容易啊，我觉得算童星了啊。老沙就是《西游记》最强人物，没说的啊，当之无愧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人，就这个 A， 就这一手 A， 你赖不赖？相当恶心的啊！老鼠喜欢闻汽油，那是那个啥，那是那个《邋遢大王历险记》里的剧情。好，直接 A 死。现在那个叫什么林妙可呀，待会儿知道吗？那也长大了啊，也长大了。好了，这个背景音乐这个激光声还没消失。最后一关，最后一个的 BOSS 牛神，传说中的牛神啊，这个那个牛神，哎，刚才那个大胸你们看没看见？那个老鼠精往地下一趴，虽然说长得是真磕碜，长得我说句实话是真的磕碜，但是身材是真好。真的，他那个有点赶上冲田杏梨了啊！不对，虽然说比田中瞳少一点，但是也不小了，这是可以的啊。林妙可长残了是吗？林妙可，主要是他被他妈给揪住了啊。那教育啊，真的是很重要的啊。魔方大厦五颜六色，千变万化。这个魔方大厦呢，没那么恐怖吧？它就是挺诡异的啊，感觉那画风也很诡异。好，看看，哎呦，我这手里拿着一个棒子啊！这牛魔王感觉在这里面就真的跟溜达鸡似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啊，他走的速度相当快了。而把这还能爆出米饭出来，我也真醉了。好，看看，好，看看再怎么说。我还记得看那个什么，大家伙看过那个《欢乐喜剧人》吗？《欢乐喜剧人》里面就是沈腾演了一个小品，就是关于丧尸的那个小品，大伙看过吧？那个小品啊，就特别有意思啊，就一上来沈腾拿一个那个 VC 啊，录个 VCR 录自己啊，今天是2020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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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全球被一场病毒怎么地，那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大家伙可以看那个小品，那个小品，哎，然后怎么地啊，可有，我就感觉他那个预言，我操！好，
接下来地图呢，一会儿啊，牛魔王嗝了，正常啊，牛魔王嗝了之后呢，咱们还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那个火龙什么幻魔啊？这是《西游轱辘传》啊，不是 CS， 所以说 BOSS 不一样啊，这 BOSS 不一样的啊。喝多了难受怎么办？那吃点大米饭，大米饭炒鸡蛋，越吃越能干嘛，对不对？前腿可以快速把人打倒，并且还可以一下打一串，非常厉害啊！你看这个歪轴，确实变态。好，加气儿。啊，火龙。这个火龙呢，它不是在刚才出现，是在桥上出现的，而且它不能从这个地图里出来啊。这个火龙是背景龙。这个火龙长得不像这是四爪，这是五爪金龙吗？是四爪龙啊！五爪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这个龙居然有翅膀，还大尾巴，还这样，它长得有点像欧洲的龙啊，有点像恶龙。原州巫师打宝素材没有，以前有高手给我留，我好像没怎么说，我就删了啊。看有的话可以给我。有气儿之后打确实挺好打的，沙悟净会手动发哈斗肯。好，由于是究极难啊，这个气儿的时间持续的还挺短。老沙这个小回旋镖是真赖啊！这龙怎么吃？卧龙。好，看看，一会儿是牛神啊，那个牛神真的能当吉祥物，那个牛神长得好帅。如果你找到这个牛神的模型，你买一个回来就可以，比如说人家比如说啊，这个有人饭店或者说是什么开业啊，谁家那个什么就开业，有人送什么金龙鱼，有人送那个大摆财，有人送那个大金大蛤蟆那个啊，然后上面铜钱那种东西，对吧？你送一个这个大牛神，我觉得很好看。一会儿你看那牛神出来老帅了啊，那牛神真的。你整个模型，然后咔咔，你真的就整就干呐，对不对？好，一会儿看看那牛神，你看就知道了啊，长得非常帅，金光灿灿的。那个叫金蝉吗？我也不对，好像就是说有的也不一样啊。还有人就说那什么，那个龙的儿子，那个儿子叫什么来着？忘了啊。龙的有9个孩子吗？然后呢，这个那个就是一个像个乌龟似的，喜欢背重的东西，然后背一个大石头那个。好，你看这个牛神啊，来，马上这个呀，真的帅哇！这牛神哇，浑身肌肉，浑身都是腱子肉，而且呢长个大脚，真的是哇！长得虽然说凶了一点啊。龙生9子都不是龙，那就是有事儿了。那龙嫂肯定是有事儿了，知道吧？那生了那你说有的龙就是龙，龙生9子，那龙以后肯定会断后啊。按照这个理解是肯定会断后的，因为它生出来的东西不是龙，再生的更不是龙了，那龙不就断后了吗？所以说啊，那肯定是龙嫂有问题，对吧？生了9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亲生的啊。哎，这龙真帅。啊，那大脚也挺帅的，还是这么长的啊！龙太子，fish 啊，直接落地。打这个 boss 你会发现，咱们用有气儿啊，其实还好了点儿。然后主要还有一点呢，第一可以调小无敌，主要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看可以变小，然后呢再加上咱们 A 也挺厉害，为啥是练个必杀？练完必杀之后呢加气儿。啊，躲一下，用必杀躲啊，也是一个小无敌时间啊。牛神和牛魔王有什么关系？在这个剧情就没啥关系了啊。正常牛魔王是什么？牛魔王跟孙悟空是一样的啊，他有一招法天象地，
牛魔王也有法天象地，孙悟空也有法天象地，他俩都干法天象地，应该说属于大招当中的最牛逼的招式了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好的，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翩翩公子，最后把这个牛神干死了啊！全程进血啊，虽然说吃了，但是血杀掉了啊！全程进血，然后进地不放宝的情况下，然后咱们一命通关，还是非常的精彩的片尾的。最后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啊，支持我狼啊，多多帮我狼宣传一下，转发一下，评论一下，发弹幕一下，我们下期再见。